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這個視頻，我想跟你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真的聽懂了，以後你學中文會變得非常清楚。你會知道應該先學什麼，後學什麼，為什麼以前會卡住。看了這個視頻以後，你將不會再迷路。很多人在學習語言的時候，總是會問有沒有更好的方法，有沒有更快的路徑，有沒有更厲害的學習技巧，這些都可以有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它背後的原理，你就很容易走彎路。所以今天我們不講技巧，我們講一個更重要的東西，就是語言學習的底層邏輯。首先我先說一個重要的觀點啊，語言它不應該是只屬於少數人的，語言它不應該是只屬於少數人的，不是應該屬於那些語言天才的，也不是屬於只有特別努力的人的，也不是特別努力的人才能學會一門語言，因為全世界的小孩子他們都能學会語言。沒有人教他們語法，也沒有人讓他們背單詞，他們也沒有上過系統的課，但是他們就是會說話。所以我們如果學不會，問題通常不是能力，也不是努力，而是方法不對。我們可以去懷疑很多的學習方法，像背單詞、上課、學語法，這些方法有的有人教，有的沒有人教，有的有效，有的無效。但是其中有一種方法是不能被懷疑的，那就是母語者的學習方式，因為这種是自然形成的學語言的方法，而且成功率接近100%。因為你看到世界上的各個國家、各個孩子、各種不同的人，他們都會說話，他們都會說自己的母語。很多人學不好語言，其實只有一個原因，就是順序錯了。你和母語者最大的區別不是努力程度，而是學習的順序完全是相反的。母語者的學習是先聽再說再讀最後寫。你看我們在學習一門外語的時候，大多數都是先看書，然後背單詞，然後學語法，最後才是聽和說，對吧？這個順序一錯，問題就開始了。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，學習語言它就像在種樹。母語者的學習語言是這樣學的，先有一粒種子，然後種子慢慢長大。而我們學習的方式就是沒有種子，直接蓋房子，這當然會很難。那麼什麼是種子？就是那些最基礎、最生活、最簡單的詞，比如吃、喝、走、冷、熱、手、水，這些詞就是語言的根，就是最簡單的詞。當你有了這些最簡單的基礎詞，很多複雜的詞就會變得非常容易。我給你舉幾個簡單的例子，比如說你先學會了火和箭，你就很容易理解到火箭這個詞，就變得非常非常容易理解。那火箭首先有火啊，然後有箭，它是這種形狀的，然後火箭可以起飛，對不對？再比如，當你懂得了保護和危險這兩個詞，你就很容易理解保險是什麼意思。保護和危險，那就是保護你不受危險，得到了保護，這就是保險。如果你直接去學保險這個詞，你只知道它是一種金融學上的名稱，它是一種交易啊，你需要用錢來買保險，你直接去理解這個詞就覺得很難。再比如，如果你知道手掌這個詞，那麼你以後學習掌握手段就特別容易理解，因為掌握就是用手來握住一個東西，是把握的意思，对吧？所以語言它並不是說你要一個詞一個詞的去背的，而是你要先學種子詞，去慢慢的長成一棵大樹。很多人一開始先學的就是很抽象的詞，很高級的詞，很考試的詞，就像本來就沒有根，想要長出樹，那自然就很難。如果你學語言只記住一件事，那就是正確的順序，先聽再說再讀最後寫。因為你要先理解才能表達，你要先聽懂才能說得自然。小孩子都是聽了1-2年才開始說，而我們是還沒聽懂就開始說了，這就是問題的所在。在最後我想告訴你的是，如果你覺得學中文很難，很可能不是因為你不行，而是因为你用錯了順序。那麼從你看到這個視頻開始，你可以慢慢的調整順序，
多聽一點，聽慢一点，簡单一點，從最基礎的詞開始學，不要着急那麼複雜，上来就學一些很高級的詞、很難懂的詞，听起來很酷的詞。因為語言它並不是考試，語言它是用來生活的。如果你願意用正確的方法來學習，那麼你的中文一定会越來越自然。這也是我創立這個頻道的原因。我會繼續的用簡單的、慢速的、清晰的方式陪你一起學中文。再見，朋友。